日本防卫省周三向财务省提交的2023防卫费概算申请中，包含2艘搭载宙斯盾战斗系统舰艇的建造计划。据称，还将搭载可攻击地面目标的远程巡航导弹。发展进攻性极强的武器，明显违背日本和平宪法专守防卫的原则，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此外，日本防卫省提出的防卫概算总额高达5.6万亿日元。外界预测，日本国会最终批准的数字将更高。日本读卖新闻强调，新造2艘大型宙斯盾舰的消息得到多位日本政府官员的证实。目前，海上自卫队的8艘宙斯盾舰主要在冲绳附近海域活动，而新舰舰艇将会部署在日本海，用于对朝鲜导弹实施警戒。新舰将沿用陆基宙斯盾系统的 SPY-7 雷达，它比目前宙斯盾舰使用的雷达更重。为使重心平衡，需要加大船体。此外，还将采购可以拦截巡航导弹的美海军现役标准6导弹。此外，还计划搭载正在研发的升级款12式反舰导弹。这款日本产导弹的射程将达到1000公里。升级款03式中程地空导弹也将改装上舰，主要提升对敌导弹轨迹预测能力。这些进攻性武器将使新的宙斯盾舰具备破坏敌导弹发射基地的反击能力。据悉，日方计划新建造的宙斯盾舰预计搭载110人，船体全长210米，宽40米，约是自卫队目前最新型宙斯盾舰摩耶级驱逐舰的2倍，与日本目前最大排水量19950吨的出云级直升机护卫舰相当。出云级被媒体称为准航母，是海上自卫队中最大吨位级别的水面舰艇。日本防卫省解释，新舰将主要用于长时间海上反导警戒，大型化有利于减轻海上摇摆，也为日后增加反高超和激光武器预留了空间。最新防卫概算已经包含了2艘新宙斯盾舰的设计费用和发动机购买费用，预计第1艘于2027年度末服役，第2艘于2028年度末服役。日本时事通讯社周四报道称，自卫队相关人士中已有人将计划建造的新宙斯盾舰称为令和版的战列舰大和。大和号战列舰是第2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海军建造的大和级战列舰1号舰。大和级战列舰是旧日本海军所建造的最大1级战列舰，也是人类海军舰船史上最大的1级战列舰。作为当时日本海军的骄傲，大和号战列舰于1940年8月8号下水，1945年4月7号在冲绳岛战役中被美军飞机击沉。有日本媒体报道称，因为建造方案未定，因此费用暂不确定。比照摩耶级宙斯盾舰的费用，预计单舰造价超过4000亿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98亿元。分析指出，日本政府今年财政吃紧，但岸田推进按照北约标准，将防卫费由 GDP 占比1%，在5年内提升至2%，这意味着防卫支出翻倍。海上自卫队则借机提出了花费高昂的造舰计划。据智库机构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预计，日本届时将成为全球军费第3高的国家。所以实际上呢，日本也在给自己施压，一定要争取5年之内要实现这个防卫预算的翻番。另一方面呢，其实也是在跟美国做一个政治上的这个承诺某种程度上也算是减轻来自美国方面的这个压力所以说呢，未来的5年，日本这个防卫预算包括防卫装备上的大跃进、大跨步其实应该是在我们的这个想象之中、预料之内。更大的吨位、更远的射程，日本自卫队的军备发展显示出强化进攻能力的态势，值得警惕。日本政府在年底前将修订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3个文件，正朝着主张自卫队拥有反击能力的方向进行调整。事实上，战后受和平宪法束缚以及美国的限制，日本不能拥有进攻性武器，比如航空母舰、轰炸机、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近年来，通过各种手段，日本对和平宪法的突破也越来越多。建造准航母、研制远程巡航导弹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最新例子。攻击性的武器装备的部署，明显是违背日本国宪法所规定的原则的。但是反过头来，我们再看，其实目前日本的所谓和平宪法，我觉得已经被蚕食的差不多了就是通过切香肠的这种战术。那么至于日本何时去真正的把这个躯壳给去掉，可能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程序性的过程。
日本防卫省周三敲定了2023年度预算申请，创纪录的列入了5.5947万亿日元，还写进很多金额未定的事项要求。政府将在年底编制预算前对经费进行详细审查，最终预算额或总计在6.5万亿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3232亿元。防卫预算增加，其实就意味着日本要拆东墙补西墙，因为日本国家整体的预算。我们可以考虑一下它这个整体的经济增长率，包括最近日本的这种经济的这个不景气。日本外务省周三也敲定了2023年度预算申请金额为7961亿日元，较上一年度增加15.3%。其中，维护和发展以民主价值观为基础的所谓国际秩序的相关预算申请金额，较上一年度增加40%以上，达2121亿日元。日本产经新闻分析，外务省此举旨在应对中国，以配合美国推进印太战略。日本政府近来反复炒作中国威胁，自民党副总裁麻生派会长麻生太郎周三鼓吹，台湾如果开始爆发战斗，冲绳县的与那国岛、鹿儿岛县的与论岛这些地区发生战争的可能性高。分析认为，日本借口中国威胁，以所谓台湾有事为借口，再次提升军事作战水平，走向军事扩张的最新一步，也是岸田文雄政府在中美对抗中以美国为靠山，以中国为假想敌，试图搭美国遏制中国战略的便车，染指台湾事务，走向正常国家的最新尝试。近年来，日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快，越走越远。日本的企图心可谓昭然若揭。日本防卫省制定了高达5.59万亿日元的军费，再创新高。而眼尖的日本媒体更发现了当中包含所谓宙斯盾系统搭载舰的建设费用。那么，吴先生，您怎么看日本这一轮扩军动作呢？军费开支这个东西啊，你光看数字是没有概念的，需要将它放在一个坐标系中横向对比。日本的军费开支是一个什么水平呢？我直接说结论：2021年一共是541亿美元，与英国、沙特、德国、法国、韩国处于第3梯队，世界排名大概是第9的样子。也就是说，假如你完全不了解日本在2战历史中犯下的罪行，不了解这个国家是被和平宪法所约束的，那么你很可能会觉得这根本就是一个21世纪的全面军事强国。是的，日本的军费开支越来越多了，像极了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然而它并不是，这就会带来一个伦理问题：一支以自我防卫为目标的武装力量，为什么要花那么多钱去整那些武装到牙齿的进攻型装备呢？更耐人寻味的地方还在于日本政府还非常善于玩偷换概念的文字游戏，将直升机航母称作所谓直升机驱逐舰，已经是老梗了。最新的指鹿为马是将巡航导弹称作后发制人的反击武器。军事词海要是由日本人来编写，我想现在国际上不少军事专家都得回去复读重修了。我在过去的节目里已经反复讲过，日本自卫队已经早就不是一支防卫型的军队了。若以现实主义角度出发去解构它，日本自卫队具备了进攻实力，因为他们的建军目标早就已经悄悄转变了。在对历史问题缺乏深刻反省的前提下，军队建设却已经走向了所谓正常化，这恐怕会是东亚地区不稳定因素增加的重要原因之一。至于预算案中的宙斯盾系统搭载舰，我认为目前这个方案还处于媒体盲猜的阶段。日本作为东亚各国最早拥有宙斯盾舰的国家，从金刚级到爱宕级，再到摩耶级，乃至他们自主研发的秋叶级，他们对这个宙斯盾系统的使用经验是仅次于美国海军的。眼下，他们暂时的被韩国海军的世宗大王级、中国海军的055万吨大驱后来居上了。也许在日本防卫省看来，有必要研发新型的万吨大驱乃至巡洋舰，满足一种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心态。在这样的这种动机的驱使下，东亚很可能会兴起一轮军备竞赛。